又到了熬夜看恐怖影片的时候了。今天继续美恐系列玻璃屋。故事发生在一天夜里，女主丽莎玩闹归家，即发现自家院子里停满了警车，一种不祥的预感瞬间涌上心头。过后她从警察口中得知噩耗，母亲遭遇到严重的车祸，当场离世。这突如其来的噩耗让丽莎一时间无法接受，直接晕倒在地。就这样，她和弟弟小帅成了没有父母的孩子。葬礼上，久未谋面的舅舅从外地赶来，提出若丽莎愿意，可带姐弟俩一同生活。但丽莎与舅舅已10多年未见，父母生前也甚少往来，觉得他这趟雪中送炭如此热情，肯定另有所图。葬礼结束后，律师找到了丽莎，称他们的父母留下了数百万美元的遗产，但因俩人尚未成年，遗产需要由监护人代管，并且称其父母生前里有遗嘱，若遭遇意外，由俩人的好朋友大哥与大姐担任姐弟俩的监护人。画面一转，丽莎和小帅搬进了大哥夫妇家的别墅，这别墅又大又豪华，按说完全可以一人一间房，但不知为啥大哥夫妇偏要把两人安排到一个房间里。丽莎想问问为什么，却碍于寄人篱下，只能暂时隐忍。不料更诡异的事情接踵而至。深夜，当丽莎被迫到房外换衣时，突然听到楼上传来了细微响动，2楼的帘子轻轻晃动，似乎有人暗中观察。她心惊胆战，匆忙返回卧室。次日，丽莎随大姐来到了新的寄宿学校，面对陌生环境略显不适，好在老师同学颇为友善。小帅则被大哥送来的游戏机牢牢吸引，瞬间忘却烦恼。时间来到晚上，丽莎被噩梦惊醒，睡不着，就寻思游会泳。正放松呢，泳池边突然出现一个人影，给她吓了一跳。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大哥。大哥把她拉上岸，还贴心的递上浴巾。但在这过程中，大哥用一种奇怪的眼神上下打量着她，让她觉得毛骨悚然。过了一天，大哥趁大姐不在以看电影为理由约丽莎外出，却将她约到了餐厅。完事吃完饭后，半路上突然飙起车来，速度飞快，差点撞上前面的车。飙车结束停车后，大哥突然把脸朝丽莎慢慢凑过来，丽莎紧张的躲闪了一下，大哥却说是想帮她系下安全带而已，场面特别的尴尬。回到家以后丽莎无意间看到了大姐拿着注射器虚弱的躺在沙发上，丽莎没敢上前，赶紧跑回了房间。这2天的种种异常让丽莎心里不安。第2天，她找到了律师，把这些天发生的怪事告诉了律师。律师表示理解丽莎的感受，但也提醒她若无法与监护人相处，姐弟俩可能会被送往福利院。为了安抚丽莎，律师承诺会调查大哥夫妇的情况。说是安抚等丽莎走后，律师立马给夫妻俩人拨打起了电话，通风报信。时间来到晚上，大哥跟大姐俩人主动跟丽莎解释起了昨晚的事。大姐说自己有糖尿病，需要一直打胰岛素，没说病情是怕他们担心。大哥为昨晚的举动道了歉，一番肺腑之言让丽莎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太敏感，误解他们了。这天放学，丽莎等了半天，大哥都没有来接她，索性直接来到了大哥的公司。秘书说他正在办公室谈业务呢。等待时，透过办公室的门缝看到大哥在里边和几个人说话。丽莎好奇的凑近看，没多久就被大哥发现了。大哥直接关上了门，可接下来他看到里边的人突然把大哥的脸摁在了玻璃上。丽莎见状，慌忙的跑到了维修部，意外发现一辆和父亲一模一样的车，问师傅车主是谁，师傅也不知道，只是说这车几个月前又停在这儿了。过后大哥开车带丽莎回家了，路上跟丽莎解释到说，刚才在公司跟别人吵起来，就是一些生意纠纷。到家以后丽莎偷偷查起了父母出车祸的那条新闻，发现父母出事那晚驾驶的并非自己的车辆，而是一辆登记在大哥公司名下的车。完事丽莎赶紧给律师发邮件，把这事告诉他。发完后丽莎就开始写她的论文，不料刚写个标题就睡着了。途中大哥来了一趟，等丽莎醒来后，发现自己的论文已经被写好了。得知是大哥写的后，便向他道了谢。回到学校以后学校社工处的警察受律师委托找到了丽莎，了解一下大哥夫妇的情况。为了让他放心说警察再三强调没别人，还说会上门拜访，就当是例行检查。碰到他在家就装作不认识。丽莎觉得这办法行，就答应了。可到了检查那天，情况和他描述的完全相反，警察没有发现针果药物，他和小帅也变成一人一间房了。就连问小帅话，小帅都迷迷糊糊的说不清。时间来到晚上，丽莎打开了电脑，想登录邮箱看看律师回没回自己，但却发现自己的账号被注销了。很明显是大哥那天晚上搞的鬼。半夜大哥被电话吵醒，与此同时丽莎这边也没有睡觉，就悄默来到了厨房，用分电话偷听了起来。原来大哥之所以这么富有，住大别墅开公司，是因为大哥借高利贷了，债主威胁他，若在这几天之内还还不上，就把这房子抵给
给他。此时丽莎这才明白，原来夫妻俩人一直在觊觎父母的遗产。过后呢，丽莎趁俩人熟睡之际，偷摸的拿到了车钥匙，叫醒弟弟，让其跟自己赶紧离开这里。两人成功上了车，不过开了没多远就被警察拦了下来，说前面印泥石流封路了。他刚想让道，警察看他年龄小，让出示驾照，正不知道怎么办时，大哥夫妇开车来了，把他和小帅领回了家。回到车上，丽莎质问大哥，是不是你杀了我的父母，收养我们俩人，就是为了那遗产给你还高利贷啊？大哥矢口否认，但眼神和语气里都是心虚的。到家后果然露出了真面目，他开始拼命追丽莎，把她按在地上，称只要你们两个人其中的一个活下来，自己就能成功拿到遗产。随后给丽莎打上了镇定剂。时间来到第二天，大姐这块呢，因偷拿医院的镇定剂被发现了，导致她直接被辞退了。晚上回到家以后啊，两人就商量着怎么办，因为他们想把碍手的丽莎给杀掉，但是没有镇定剂了。大哥就出去想办法弄。大哥走后啊，大姐毒瘾发作，到房间注射镇定剂。注射完镇定剂后，摇摇晃晃的来到丽莎房间。等到早上，丽莎醒来，发现大姐躺在旁边，已经因吸毒过量死了。等大哥回来时，看到大姐死了，悲痛万分，正抱着尸体哭时，听到丽莎报警的声音，就开始满屋找他们。随后因小帅暴露，两人都被抓住，关到了地下室。丽莎发现上面的窗户能够通到地面，就让小帅呢爬上去破坏铁丝网。小帅成功爬到了客厅，趁大哥喝醉之际偷走了车钥匙。就当两人准备离开时，丽莎觉得大哥喝醉有诈，正疑惑时，门铃响了，大哥立刻起身开门。律师来了，他告诉大哥，他的银行账户呢现在已经被冻结了。就在这时候，高利贷那帮人呢又上门了。大哥谎称律师是自己的合伙人，大哥这么一说啊，直接让他们误解了。律师见状想走，直接被一刀刺死了。随后他们开始逼大哥还钱，并要开走大哥的跑车。丽莎见状，直接扎破了另一辆车的轮胎，大哥呢就被强制带上了那辆敞篷车。原来他在车上动了手脚，故意装醉让他们偷走钥匙，想设计他们死于车祸。路上司机猛踩油门，大哥呢却心思如灰。转弯时，司机突然发现刹车失灵了，为了避让前方车辆，连车带人滚下了山坡。过后警察带着姐弟俩赶到现场时，大哥突然出现，砸晕了警察。丽莎见状坐到了主驾驶位，猛踩油门将其撞飞了。最终姐弟俩呢投奔了舅舅，在父母墓前献上了鲜花。舅舅承诺会好好照顾俩人。电影到此结束。